大家好，我是芝麻开花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瑞士蛋糕卷。食谱中的所有材料都列在屏幕上了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先分离蛋黄和蛋白，拿一个鸡蛋，把蛋清打到一个小碗里，把蛋黄划到另外一个小碗里，然后将蛋白转移到一个干净的大碗中。强烈建议使用一个单独的碗，一次分离一个鸡蛋，这样如果因为操作失误或者是鸡蛋不新鲜发生散黄现象，就不会殃及到其余的蛋白。分离好食谱中所有的6个鸡蛋，放到一边，然后我们开始制作面糊。在一个干净的碗里加入食用油，面粉过一下筛，以防有结块。先把油和面混合好，可以减少面筋的形成，然后加入牛奶进一步搅拌。蛋黄我们分2次加入面糊中，搅拌均匀，加入香草精，搅拌均匀，直到所有的成分都混合好。这时候的面糊看起来细腻柔滑，流动性好，不会太黏，也不应该有结块，放到一边待用。接下来我们把烤箱预热到160摄氏度，然后开始打发蛋清。从低速开始把蛋清打散，在蛋清中加入半茶匙的白醋来帮助蛋清的打发，逐渐提高速度，一直到中高档，并继续的搅打。接下来我们要分3次加入糖，当大鱼眼气泡形成的时候，加入第1个1/3的糖，继续打发至糖溶解。当蛋白产生带着无数小气泡的泡沫的时候，加入第2个1/3的糖。当看到有明显的纹路出现时，再加入最后的1/3的糖，然后将速度切换到中低档，继续的慢速打发。在这个时候要经常的查看，蛋白霜一定是不能打发过度，否则在卷蛋糕的时候容易开裂。普通的戚风蛋糕需要打发蛋白到干性发泡，那样烤出的蛋糕会更蓬松。可是对蛋糕点来说，柔韧性更重要，所以在这里切记蛋白霜打到湿性发泡即可。我们需要的蛋白霜的状态是这样的，不会流动，但非常软，非常有光泽。取1/3的蛋白霜放入到蛋黄面糊中，使用刮刀或者打蛋器进行切割折叠的动作，一定要刮到底部，然后翻拌上来。等完全的充分混合好，将面糊倒到剩余的蛋白霜中，搅拌面糊确实会或多或少的消泡，但也一定要仔细的搅拌，确保蛋白霜和蛋黄糊搅拌均匀。如果有大块的蛋白霜没有和面糊充分混合的话，蛋糕在烘烤过程中会因为膨胀而鼓大包，那样你的蛋糕表面就不漂亮了。下面我们再来做少量的巧克力糊，如果你不做花纹，这一步就可以省略。将可可粉筛入碗中，加入1茶匙的热水，搅拌均匀。再取2汤勺的面糊倒入到可可粉混合物中，充分的混合，搅匀后再加入2汤勺面糊，再次混合，直到没有白色条纹，然后把它放到一边待用。烤盘我们准备的是10寸乘15寸，高度是1寸，铺上烤盘纸或硅胶烤垫，将面糊倒入到烤盘中，倾斜烤盆，让面糊流到4个角落，稍微摇晃一下，表面就平整了。然后在轻震蛋糕盘底下去除大的气泡，最后将巧克力面糊倒在上面，按照你个人的喜好设计出图案，再用竹签或者筷子画出来。
把烤盘放到烤箱中间的架子上，如果底火过旺，就像我这样用双层烤盘，162摄氏度烤30分钟。烤蛋糕的时候，我们准备奶油馅儿。使用前最好将搅拌完放入冰箱冰冻15分钟。加入1杯冷奶油，加入2汤勺糖粉，用手持电动打蛋器中高速打发。大约1到2分钟的样子，达到偏干的中性发泡。蛋糕烤30分钟后，我们把它切换到有风扇的对流模式，继续烤5分钟。这样可以保证蛋糕的正面是金黄色的，而且触摸表面应该是干燥的。蛋糕从烤盘中取出，放在烤架上冷却至少5分钟。当热量消散，但蛋糕仍然带有一定的温度，这时候是翻转蛋糕的最佳时机。蛋糕表面铺上一层烤盘纸，将蛋糕翻转，撕下蛋糕底部的油脂。如果蛋糕的边比较干的话，就把它切掉。在蛋糕卷末尾的一端以45度切割，在另一端蛋糕卷开始的地方切出4个浅的口子，这些切口使蛋糕体更容易卷起来。然后我们就把奶油涂到蛋糕上，在开始端，也就是有切口的这一端多抹一点奶油，在另一端少抹一些。擀面杖是帮助卷蛋糕的好工具，利用它，咱们手不用接触蛋糕，可以均匀的用力把蛋糕卷起来。卷到最后，再用面团刮刀将蛋糕卷压紧。卷好后，如果蛋糕还有温度，我会打开烤盘纸，让它松松地盖住蛋糕，防止蛋糕表面会因为热气变湿后粘到烤盘纸上。放入冰箱冷藏至少半小时以上，等夹心儿定一下形，我们再切片。等了1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可以享用了。蛋糕非常松软，奶油馅儿甜度适中。这一款瑞士蛋糕卷是我们家的常备甜点，如果你也喜欢，请留言告诉我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